你越想避开的，反而越常出现。你以为那只是巧合，但当同样的情境用不同的形式一次又一次靠近，你开始觉得不太对劲。为什么总是这样？你明明已经很努力避免，很小心的选择，甚至刻意远离某些人、某些状态，但那种熟悉的不舒服还是会回来。于是你更用力，更警觉，更控制，更试图把一切导向你想要的方向。你告诉自己，只要避开，就不会再经历。但现实没有配合，你越抗拒，它越靠近。那种感觉让人困惑，甚至有点无力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？是不是还不够小心，还不够努力？但如果你停下来，稍微换一个角度看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：你一直在看着你不想要的东西。你把注意力放在避免，放在排斥，放在不要再发生。而当注意力停在那里，它就变得很强。不是因为它本来那么重要，而是因为你不断地确认它的存在。更深一点，那些你抗拒的情境，往往都带着某种熟悉的感受。也许是被忽略，也许是不被理解，也许是一种你不想再经历的失落。那些感受没有真的被处理，它们只是被压住。当它们没有被看见，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回来。不是要困住你，而是要让你注意。当你开始意识到这一点，你没有立刻改变外在，你先做了一件很不习惯的事。你没有再立刻抗拒。当那些熟悉的情境出现，你没有急着推开，你只是停一下，去感觉这个不舒服到底是什么。一开始，这样的停留很难，因为你会想逃。但当你多待一会，你会发现那个感觉其实有内容。他在说一件事情，也许是在提醒你，你一直忽略自己的需求；也许是在让你看见，你习惯用某种方式对待自己；也许只是单纯的让你知道，这里还没有被理解。当你开始看见那些反复出现的情境，就不再只是困扰，它们变成一种讯号，一种指向内在的讯号。当你回应这个讯号，当你开始理解而不是抗拒，它们就不需要再用同样的方式出现，因为它们的目的已经完成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你越抗拒的，不是被你赶走，而是被你强化。而当你愿意停下来看，那些原本困住你的东西，反而会带你走向一个更自由的位置。那种不安其实一开始没有那么大，它只是轻轻地出现，在某个念头之后，在某个情境里，在你还来不及反应的那一刻，微微地浮上来。但你很快注意到了，你不喜欢那种感觉，你希望它消失。于是你开始对抗，你试着转移注意，让自己忙一点，想别的事情，或者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。你用很多方式想把它压下去。一开始好像有用，它短暂的安静，但过没多久，它又回来了。而且这一次更明显，你开始觉得不对劲。为什么越想让它消失，它反而越强？你于是更用力，更想控制，更想理解，更想找到一个可以彻底解决的方法。但这样的努力让你整个人变得紧绷，你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在那份不安上。
你在检查它，分析它，甚至预测它下一步会不会再出现。而就在这个过程里，它被放大了，不是因为它本来那么强，而是因为你一直在看它，你把它当成问题，当成需要被消除的东西，于是它变得很重要。当一件事情变得重要，你的感受就会跟着放大。这样的循环让你越来越疲惫，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停下来，不是因为你找到方法，而是因为你发现，这样下去好像没有出口。你试着做一件不一样的事。当不安出现，你没有立刻处理它，你没有转移，也没有压下，你只是让它在那里。一开始，这样的停留让人很不舒服，因为你会觉得，如果不处理，它会不会变得更严重？但你没有立刻行动，你只是观察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那份不安其实是流动的，它会起来，也会下降，它不是一直维持在最高点。当你没有再放大它，它反而开始自己变化。你开始看见它里面有内容，也许是一个担心，也许是一个还没被面对的情绪，也许只是身体的一种反应。当你不再抗拒，你就有空间去理解，而理解会让它慢慢松开，不是立刻消失，但不再那么压迫。这样的经验让你慢慢明白一件事，你一直以为不安是问题，但其实抗拒才让它变成问题。当你越想把它赶走，你就越把它推到中心，而当你愿意让它存在，它反而不需要那么用力的被看见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你越抗拒不安，它就越需要放大，来让你注意。而当你愿意停下来陪着它，它就会慢慢告诉你，它真正想说的，其实没有那么可怕。你一直在想离开这里，不是离开某个地方，而是离开现在这个状态。你看着眼前的生活，看着那些还没有改变的部分，心里很自然地升起一个念头，这不是我想要的。于是你开始往前看，看未来，看可能，看那个你以为会比较好的地方。你告诉自己，只要撑过这一段，只要再努力一点，一切就会不一样。这样的想法让你有动力，但同时也让你离开现在。你开始把当下当成一个需要被忍耐的过程，一个暂时的状态，一个还没到位的阶段。你没有真的站在这里，你只是经过，但时间没有经过，它正在发生，而你却没有真正参与。于是你开始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停滞，你明明在努力，却没有推进的感觉。你明明在前进，却好像一直在同一个地方打转。那种落差让你更想离开，更想快一点走到未来。但越是这样，那种卡住的感觉越明显，因为你没有使用现在，你没有让现在成为一个起点，你只是一直否定它。当你否定，你就不会在这里做出真正的选择。你不会投入，也不会调整，你只是在等待。而等待让时间过去，却没有累积，于是未来就一直停在远方。不是它没有来，而是你没有走向它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意识到一件事，也许你越抗拒现在，就越无法用现在。这个理解让你慢慢停下来，你不再急着跳到下一步，
而是开始看眼前。不是因为你喜欢，而是因为你愿意承认。这就是你现在的位置。这个承认很简单，却很关键。当你承认，你才会开始在这里行动。你会问，在这个状态里，我可以做什么？不是为了逃离，而是为了移动。这样的转变，让你的内在开始对齐。你不再一边抗拒，一边期待。你开始把力量放回当下。而当力量回来，事情就会开始动。不是突然改变，而是一点一点推进。你开始看见累积，看见连结，看见那些原本被忽略的可能。未来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地方，它变成你正在走出的延伸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你越抗拒当下，就越让自己停在门外。而当你愿意站进来，未来才会开始向你靠近。你其实感觉到了，某些地方已经不一样了。不是外在的变化，而是一种内在的松动。你开始对某些事情没有那么确定，开始对原本的选择产生疑问，甚至开始隐约知道自己可能要走向不同的方向。但同时，你也开始不安，因为那个不同还没有形状，它不清楚、不稳定，也没有可以依靠的轮廓。于是你犹豫，你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，那些已经习惯的节奏，那些你知道怎么应对的状态。它们不一定让你满足，却让你安心。你知道会发生什么，知道该怎么反应，知道自己在这里的位置。这种熟悉像一个稳定的容器。于是当改变靠近，你会下意识地拉回来。你告诉自己，也许还不急，也许再等等，也许现在这样也还可以。这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，但它们背后其实是一种抗拒。抗拒离开已知，抗拒走进不确定。这样的抗拒不会让你停在原地，它会让你继续待在熟悉里。你会维持原本的选择，重复原本的方式，让生活看起来没有太多变动，但内在却开始出现一种闷住的感觉。你知道自己可以不一样，却没有真的动。那种停留不是因为没有机会，而是因为你没有允许自己离开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问自己，我到底在守着什么？这个问题让你慢慢看见，你不是在守住现状，你是在守住那份熟悉带来的安全感。即使那个安全感已经开始让你感到受限。当你意识到这一点，你不会立刻冲出去，但你开始松动。你不再把熟悉当成唯一的选择，也不再把不确定当成危险。你开始试着靠近那些新的感觉，哪怕只是很小的一步。当你这样做，一些东西会开始变化。你会发现，改变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。它不是把你推离一切，而是让你慢慢扩展。你可以带着原本的部分，走向新的可能，而不是完全失去。这样的理解让你比较愿意移动。你开始在熟悉之中留下一点空间，让不同的选择进来，让新的经验发生。慢慢的，你不再被固定，你开始有弹性，有流动，也有选择。于是你终于明白，你越抗拒改变，不是让事情维持不变，而是让自己困在已经不再适合的熟悉里。而当你愿意松开一点，你才会发现，原来外面一直都有路。
你一直在等一个之后，之后会更好，之后会比较顺，之后你才会真正开始。所以你看着现在，总带着一点距离。你没有完全投入，也没有真的停下来感受。你只是暂时待着，像是在一个过渡的地方，等着某个更理想的状态出现。你告诉自己，这里只是过程，但你没有发现，你把整个现在都当成了过程。于是你开始抗拒那些还没到位的部分，抗拒那些让你不舒服的感受，甚至抗拒那个还没有成为理想样子的自己。那种抗拒不一定很剧烈，它可能只是轻轻地在心里说，这不应该是这样。但这句话会让你整个人离开当下。你开始往前看，开始想办法离开这里，开始把希望全部放在未来。未来变得很重要，重要到你忽略了，它其实是从现在长出来的。当你一直抗拒现在，你就没有真的站在这里。你没有使用它，也没有让它成为起点。于是你看起来在等，其实是在停。你没有真正前进，只是一直在想要前进。这样的状态会让你觉得卡住。你会怀疑，为什么走了这么久，还是没有靠近？但如果你停下来看，你会发现，你其实没有走，你只是一直在否定你站的位置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意识到一件事，也许问题不是未来还没来，而是你还没有站进现在。这个理解让你慢慢安静下来，你不再急着离开，也不再一直比较。你开始看着此刻，看着那些还不完美的地方，看着那些让你不舒服的感受，看着这个你一直想跳过的阶段。这一次，你没有再推开，你只是让自己在这里。一开始，这样的停留有点不习惯，但慢慢的，你会发现一种改变。当你不再抗拒，你的注意力回来了，你开始看见你可以做的选择，你开始感觉到可以往前的地方，不是很大，但是真实。你不再只是等未来，而是开始在现在移动。而当你开始移动，未来就会跟着改变，不是突然出现，而是一点一点的从你的行动里延伸出来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你越抗拒现在，就越把自己留在门外。而当你愿意走进来，未来才会有机会真的展开。情绪来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反应往往不是去感受，而是想让它结束。你会想，为什么又这样？你会觉得这不应该再出现了。于是你开始压住那份不安，压住那股低落，压住那些让你感觉失去控制的起伏。你告诉自己要稳定，要理性，要赶快回到正常的状态。这样的你看起来很撑，也很努力在维持，但内在却慢慢变得疲惫，因为你不是在流动，你是在抵抗。每一次情绪出现，你都在用力对抗它。那种用力会让你越来越紧，你会变得敏感，开始预测情绪什么时候会来，甚至在它还没完全出现时，就已经准备好防备。这样的状态让你一直处在一种警戒里，而警戒会消耗你的力量，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有点撑不住。不是因为情绪变多，而是因为你已经没有力气再一直压着它。你停了一下，这一次你没有立刻处理，你只是让那个感觉存在。
一开始，这样的停留很不舒服，因为你不确定如果不控制会发生什么。但你没有立刻逃开，你只是待着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：情绪其实不是要把你淹没，它只是想被看见。当你不再抗拒，它不需要再放大自己，它开始变得有边界。你可以感觉它，却不被它吞掉。你开始看见那份情绪里面有内容，也许是累，也许是委屈，也许是一种你一直没有说出口的需要。当你允许它存在，你就有空间去理解，而理解会让它慢慢转化，不是强迫消失，而是自然松开。这个过程带来一种很特别的感觉，你没有失控，反而更稳；你没有压住，却更清楚。那是一种力量，不是来自控制，而是来自接纳。你开始明白，你以前以为情绪会带走你的力量，所以你一直想把它压住，但其实真正让你疲惫的是你一直在对抗它。当你不再抗拒，那些原本用来压抑的力气会回来，变成一种可以陪着自己、理解自己，也支持自己的力量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情绪不是你的敌人，它只是带着讯息，在等你愿意靠近。而当你不再抗拒，你不只是让情绪流动，你也让自己重新回到完整的状态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